今天给大家唠唠月貂蝉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新杀的这个月系列是最令人感到反差的一个系列呀。这一个个玩乐器的弱女子，怎么打起架来一个比一个凶啊？你让三国杀里边那些真正拿真刀真枪去干架的武将情何以堪啊？咱就是说这技能稍微设计的柔一点不行吗？别带那么大的侵略性，月系列就应该多整一点小辅助啊！反正今天说的月貂蝉，那跟辅助是一点关系没有了，纯纯的个人能力强将。当狗卡出这个月貂蝉，我觉得他就是来卖貂蝉皮肤的啊！这个皮肤确实好看，确实烧，我也确实吃这一套。但就是说，咱能不能用点心啊？你这个脸和手刹孙安华原画那个脸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这纯纯用 AI 跑出来的原画呀，装都不装了，整个就是一条武将生产流水线。现在皮肤能用 AI 跑，那之后武将技能是不是也能用 AI 跑了？月貂蝉的这个技能有一说一，也挺流水线的啊。技能名一个叫弹板，一个叫 DO， 出自演义里面这句话：卓曰能唱否？允命貂蝉执弹板 DO 一曲。行啊，一句话设计出来两个技能，貂蝉执弹板 DO， 这肯定是罗贯中自己编的。弹板它属于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，隋唐时期弹板才开始应用到中原的乐舞之中，在汉朝时大概率就没有，有也大概率没传到中原，所以貂蝉跟这弹板真没啥关系。当然貂蝉本身就是虚构的人物嘛，无所谓了，怎么编都行。第一个技能弹板，游戏开始时你的初始手牌增加弹板标记，且不计入手牌上限。末牌阶段结束时，你可以交换手中弹板牌与非弹板牌的标记。那这个技能也是一个单看不出强度的技能。现在新杀已经开始流行这种手牌 buff 流了，魔黄盖是加伤，你这个是不计入手牌上限，这个标记要附在哪张牌上也不是固定的。末牌阶段结束，貂蝉还能灵活的去换，它这个换法是一刀切的换啊，直接把两波牌这个属性进行一个对调，不是说让你一张一张的去换。如果说你手上全都是没有标记的牌啊，那你末牌结束也能换，你可以把它直接全换成带标记的牌啊，是这么一个换法，这点很重要。接着看二技能 DO， 你使用弹板牌结束后，可以展示一张非弹板牌，然后视为使用之。若此牌为本回合首次展示，或与你使用的牌排名相同，你摸两张牌。DO 是月貂蝉的关键技能，乐器是用来叠 buff 的，真要输出还是要自己去唱歌。这个技能看起来很复杂，但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变着法给你多刀多摸的技能。月貂蝉想运转起来牛起来啊，他要通过一技能尽量的先把自己手上的这个杀变成非弹板牌啊，也就是没标记过的牌，因为杀正常回合内只能用一张，多的你用不出去，而这个技能就可以通过展示这些你正常用不出去的杀，把它视为使用出去，进而实现多刀的效果。那哪些牌需要标记呢？也很好理解，那些正常能用出去的牌，技能和装备都可以。正常玩月貂蝉的流程就是用一张弹板牌，再展示一张非弹板的杀，使用之后只要在这回合是首次被展示，那你就还能再过两张新牌。如果过到新的杀，或者你还有其他杀，那你就还能再重复这个玩法，再次多刀，直到你把手中的标记牌全用光啊，边杀边摸。其实展示牌也不一定要展示杀，有啥斩啥，先把牌过起来再讲。这是月貂蝉最基础的公式玩法。那有没有再进阶一点的玩法呢？也有，比如说你手中有南蛮万剑这种 K 牌，那貂蝉呢就可以玩一个重复展示流，手上有一张南蛮万剑，你通过使用扇板牌重复的去给它展示啊，重复的视为使用它，那这也很厉害呀，也是一个可行的玩法。这也可以叫旋式玩法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法一直多摸了。月貂蝉它是一个先手压制非常强的武将，稍微有点手牌技术它就能牛起来啊，也不需要太高的手牌质量，你只要别太卡手，有个一两张能用出去的牌，那它的发挥就一定不会差了啊！就这种将稍微吃点包养就起飞了。有朋友说这貂蝉还是太脆了呀，把他的手牌拆空啊，给他添个冰上寸断，他就没什么能耐了，也没啥防御。那我就想问你，这小貂蝉身子骨柔一点不好吗？本来他攻击性都那么强了，你还想让他肉肉的，想让他耐操，那这就属于既要又要啊！我并不是很提倡，甚至说谴责。OK， 这是月貂蝉啊。好哥哥，是妾身美，还是妾身奏的曲子美？
妾身好累，除非将军满饮，不然我便不奏乐喽。